为什么禅宗一定要编出一条祖师谱系？为什么一定要有衣钵传承？因为如果没有这些，它根本活不下来。从一开始，这就不是一个宗教问题，而是一个现实的合法性问题。在早期印度佛教中，并不存在严格的一脉单传体系，佛陀的传承是松散的、多中心的，是法的传承，而不是血统式的继承。但到了中国，一切发生了变化。中国社会讲究什么？讲究的是宗法、门第、正统。一个没有清晰祖系的宗派，在士大夫眼里是站不住脚的。到了唐代，面对激烈的宗派竞争，禅宗必须回答一个问题：你凭什么代表佛法的正统？于是他们开始构建一条清晰的谱系，所谓西天28祖，从佛陀一路传到菩提达摩，再到慧能。这条线必须满足3个条件：连续、唯一、不可质疑。但问题在于历史并不配合，怎么办？简单，补全它。这不是个例，而是宗教发展中的常见机制。当历史不足以支撑信仰，信仰就会反过来重塑历史。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禅宗叙事，拈花一笑、一苇过江、衣钵秘传、夜半受法、南北对决，这些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，而是在后来的传播中被不断加工、强化、定型。比如《坛经》，1000多年来，大家都认为它是慧能亲口所说，近100年来，又有人说它出自神慧之手，但实际上它是多代人持续编辑的结果。这里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，如果是人为塑造，为什么不把慧能写成一个精英天才？恰恰相反，他们把他设定成一个文盲樵夫。这不是漏洞，而是策略。因为禅宗要打击的正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以经典、以学问为核心的修行路径。慧能这个形象本身就是一个理论武器，是旗帜。因为他不识字，所以能否定经教权威；因为他的顿悟，所以强化了顿悟的可行性；因为他出身卑微，所以打破了门第垄断。这不是历史记录，这是宗派斗争中的思想模型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禅宗最核心的叙事从来不是真实发生了什么，而是什么样的故事最有利于赢得信徒。但问题并没有结束，文本可以被书写，也可以被质疑。哪怕《坛经》的叙事再完整，本质上仍然只是说出来的故事，终究是脆弱的。那有没有一种证据是无人能否认的铁证呢？有，就是今天仍然供奉在南华寺的六祖慧能肉身。这不是画像，也不是泥塑雕像，而是一具被长期保存下来的六祖慧能的遗骸。他端坐如生，双目紧闭，表面呈现出深色漆质光泽，黄红相间的袈裟被供奉为肉身菩萨。对于普通信徒来说，这种视觉冲击几乎是决定性的。如果一个人的身体能够超越腐败的自然规律，那么围绕他的所有叙事、顿悟、衣钵、正统，似乎都自动获得了真实性认证。如果你亲眼看到六祖慧能真身，你会不会相信他已经证道？于是，一个几乎无法撼动的逻辑闭环出现了。文本提供叙事，肉身提供证据，两者相互支撑。但如果我们把问题往下拆一层，这个肉身神迹本身就变得没那么神秘了。六祖的遗体本身是真实的，但这具看似超自然的不腐肉身，本质是一项浩大的古代版本的防腐技术，而不是神迹。真身经过了严密的干预，生前严格控制饮食，逐步脱水脱脂，死后做干燥处理，放入密闭的缸中。缸的底部和周围放大量的生石灰和炭灰，进行稀释和缓慢脱水。经过一段时间，遗体干化。下一步是反复涂抹有毒的生漆，层层包裹、定型、密封，形成硬化的外壳。最终呈现出来的并不是自然状态下的不腐遗体，而是一件被精心制作、长期维护的宗教圣物。类似的肉身不腐并非孤立，在佛教体系中，尤其是中国与东亚地区，都存在类似的现象。人为处理后的干尸被宗教化为肉身菩萨，比如鉴真的坐像，再比如日本的极身佛。僧人还要通过长期服用树脂类物质，使身体逐渐具备不腐败条件。
这个耗资巨大、需要高度组织协作的遗体神圣化工程，目的就是将一位僧人永远地摆上神坛，成为宗派正统性的基石。这一步非常关键，他把一个边缘化的、被质疑的历史人物，转化成一个可被持续观看、持续供奉、持续强化信仰的物理存在。如果说《坛经》是在讲一个故事，那么这具肉身就是让你看到这个故事是真的。他们为什么要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、物力和时间去维护一具遗体的神圣性？超脱的禅宗不应该在山林里清修吗？那你要知道，在唐朝，一个获得正统地位的宗派意味着什么？可以获得皇室供养，可以掌控土地与资源，可以拥有免税特权，可以吸引源源不断的信徒与资金。谁拥有正统地位，谁就拥有解释权，谁就拥有资源分配权。当时占据主流的是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，南宗很边缘，要翻盘只有一条路，从根源上否定北宗的合法性。于是，一个决定性的叙事被建立起来。五祖弘忍只将衣钵传给慧能，潜台词非常清楚，神秀再有影响力，也没有得到正统传承，真正的法脉就在慧能手中，南宗才是唯一的继承者。到这里，慧能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，他既是文本中的顿悟祖师，又是现实中的肉身菩萨。故事变成了现实，这一切的背后是唐代激烈的宗教资源争夺，正统谱系就是生存权。慧能成为我们熟知的六祖，不过是他背后的派系需要这样一个完美符号，赢下那场历史的豪赌。南北之争不是谁更接近真理，不是顿悟和渐修的区别，而是谁有解释权，谁有话语权。但禅宗能赢，不只是因为正统，还因为它在持续进化着。到了马祖道一时期，禅宗完成了一次关键转变，即心即佛。这意味着你不需要苦修，不需要出世，不需要放弃现实生活。以往佛陀是高高在上的存在，需历经千辛万苦。而即心即佛告诉世人，你无需向外求索，无需折磨肉体，本自具有清净心，人人皆有佛性，只是被世俗欲望蒙蔽。一个官员可以一边处理政务，一边谈觉悟，处理完政务，品茶观业。一个士人可以在挑水、砍柴、行住坐卧中完成修行，只需一念转换，便可感受顿悟之境。这本质上是一次彻底的本土化改造。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，当修行被极度简化，当觉悟被彻底内化，这套理论在逻辑上是自洽的，但在现实中却开始出现一种令人不安的变化。如果本自具足，那还需要修什么？如果万法皆空，那还有什么不能做？从这一刻开始，禅宗的思想悄然滑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。在这一套逻辑下，宗教生活不再是苦修、戒律与约束，而变成了一种看似轻松的自然流动。困了就睡，饿了就吃，不加修饰，不做分别，甚至更进一步，连欲望本身都被纳入道的一部分。因为万物皆道，所以一切都可以被合理化。这种反差几乎到了荒诞的程度。原来修行还要严格打卡，反省内心，克制欲望。后来修行却突然变成什么都不需要做。这就像你花重金请了一位极其严苛的健身教练，他要求你精确计算每一卡路里的摄入，严格控制每一个动作。结果第一天上课，他却对你说，其实吃炸鸡也是修行，躺着玩手机也是悟道，你本来就是完美的。这真的合理吗？真的没问题吗？如果什么都不用做就是最高境界，那修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？这种所谓的终极自由，难道不会一步步滑向失控的深渊吗？这时的禅宗试图否定一切，否定所有规则，否定修行过程，否定善恶界限，而且连这个否定也否定。在这个全面否定中，又肯定自然状态是合乎大道的时候，他就游走在了极其危险的边界。因为人性的底线是经不起这样的考验的，他们最终会得出一个结论：一切皆可，一切皆对。但人性并没有强大到可以承受这种自由。
虽然有很多自称彻底证悟的大师，声称自己处于不至于相的自由状态，可以身在红尘，却不被红尘所染，但扒开这层冠冕堂皇的外衣，真相会让你不忍直视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这套理论几乎是完美的借口生成器。不想努力，这是顺应自然；放纵欲望，这是不执于相；失去敬畏，这是超越善恶。在这种逻辑下，懒惰、贪婪，甚至恶行，都可以被重新包装成修行的一部分。这才是真正危险的地方。这就是后来的狂禅，它并不是禅宗的辉煌，而是一次严重的失控。自由一旦失去边界，就会反噬自身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禅宗自身的根基。我们不能因此否定禅宗，这并不是禅宗本身的问题，而是在传播过程中被极端化的一种结果。有人说，我不关心这些历史，我只追求第一义谛。但问题在于，如果你连这套体系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都不知道，你很可能只是在重复它。就像看魔术一样，有人只看到奇迹，有人则去拆解手法，两者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。像巴利经典和阿含经里记录的思想体系，比较真实地记录了释迦牟尼佛的真实思想，但对于崇尚务实、重视现实生活的中国百姓来说，完全水土不服。那些中国文人和士大夫受儒家入世思想熏陶，有家世、有官职、有世俗牵挂，内心渴望精神解脱，以缓解官场焦虑，却绝不可能放弃荣华富贵，遁入深山，常年面壁苦修。他们需要的是精神慰藉，而非孤独的打坐。有人可能会反驳，像南传那些国家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现在西方的正念冥想不也挺流行、挺科学的吗？他们有另外一套魔术，以后会说，又不是只有我们会编故事。但我不认为谁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这些是骗局，这就是现实，是宗派的现实生存需要。慧能的六祖坛经虽然是几代人的持续创作，禅宗思想也经历过好几代的演变，但千百年来，这些故事抚慰了无数人心，让很多人体悟到禅宗之美。如果一个虚构的故事承载着真实的智慧，拥有治愈人心的力量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在考据学上的真与假，只是补上了一块原来缺失的拼图。或许历史中本不存在的明镜台，早已真实照亮了无数人的内心。你更在意历史的真实，还是这些故事带来的效果？在评论区留言，我想看看你站哪一边。